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20年浮沉再回望，赵丽颖的人生为何总能峰回路转？赵丽颖最近很忙，在正热播的年代剧《小城大事》中，她饰演的女镇长李秋萍带领村民集资创业，突破困境，面对外界的艰难险阻，始终坚强果敢。这部剧口碑与收视双在线，延续了赵丽颖风吹半夏创下的收视神话。除了热剧，商业上赵丽颖也有许多新动作，登上 Elle 杂志封面，代言纪梵希，成为首位华人双线全球大使，还代言了新国民品牌认养一头牛。似乎这位85花已全面开启自己的大女主时代，走得越发稳健。这是故事的 A 面。故事的 B 面是另一种走向。非科班出身，7年龙套生涯，不断掉落的质疑回望来时路。作为演员，赵丽颖走的坎坷，但她却从未想过放弃，而是在一个个角色中打磨自己。也正因如此，2024年，当赵丽颖凭借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2封金鹰奖最佳女主角时，别人都不看好你，偏偏你最争气，刷屏全网。这是属于赵丽颖的叙事。正如赵丽颖曾说的那句，在路上别着急，有时候慢一点反而比较快。看起来柔柔弱弱的赵丽颖，演的角色却很有劲。从第20条中坚韧的听障母亲，到幸福到万家中向阳生长的农村女性，再到风吹半夏中敢闯敢拼的钢铁先锋许半夏，她都演出了角色的深度内核。你可以打败我，但你永远不可能打倒我。在风吹半夏中，许半夏从收废品的个体户奋斗成一名钢铁行业的民营企业家。作为唯一的女性，随队出国买钢铁被骗，在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，许半夏身无分文，抱着买不到钢市不回的决心，竞争地拼出了一条路。为了给角色注入了更强的生命力，赵丽颖还主动要求说东北话增加江湖气。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《第20条》中，赵丽颖又变为一个拼命保护女儿的听障母亲郝秀萍。全片没有一句台词，她仅靠眼神与肢体动作，便将一个深陷泥潭的悲惨女人塑造得非常动人。她不能发出声音，但对女儿的爱却震耳欲聋。凭借郝秀萍这一角色，赵丽颖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。张艺谋更是评价她，赵丽颖已经不是过去的赵丽颖了。双引号，走出舒适圈并非必要之举。毕竟，在此之前，赵丽颖早已在演艺圈拥有自己的定位与一席之地，而角色上的突破，稍有不慎，便会迎来争议。赵丽颖深知这一点，却依旧执拗地向前走去。你对自己没有要求，还活个什么劲？双引号，在这种坚持下，是农工伤亡后江乡、仙侠神妖魔碟饭水仙，赵丽颖的角色光谱开始不断扩大。赵丽颖被腾讯评为我极具名赛道的创始人，这是对她演艺生涯的高度凝练与精准概括。她主演的多部爆款作品均以其饰演的角色直接命名，从陆贞传奇的陆贞、花千骨的花千骨、姗姗来了的薛姗姗、楚乔传的楚乔，到幸福到万家的何幸福，风吹半夏的许半夏，角色名与剧名深度绑定，形成独属于她的演绎标志。人剧合一，赵丽颖成为观众心中角色与剧名的代名词。跨古装、仙侠、都市、现实等多题材，她极具感染力的表演功底与超强的角色塑造力，将每个角色的性格与内核演绎得入木三分。我及剧名是演员、角色、市场与时代情绪深度共振的结果。有人曾问赵丽颖为何如此坚持，她的回答清醒而有力：演员的保质期不是美貌，是角色。如果有一天我的脸垮了，但观众还能记住许半夏、郝秀萍，我就赢了。双引号，毋庸置疑，这将会是一场长期主义者的胜利，也是一场与争气与坚持有关的故事蓝本。故事的开始，赵丽颖是不被看好的。2006年出道，
他面对的不是鲜花与掌声，而是长达7年的默默无名。那年，他在鸭虎搜星的比赛中获得冠军，站在冯小刚身边，眼睛里都是对未来的期待。但是，很快他发现，在这个圈子，想混出头非常不易。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，赵丽颖辗转于全国大大小小的剧组，从金婚里饰演张国立的小女儿童多多，到春去春又回里温柔的任洁儿。最忙时，她同时参与3部剧的拍摄，片酬刚够支付地下室的房租。做演员前几年，赵丽颖尝遍疾苦滋味，同组演员看她一人在异乡过年，便为她做了一顿饭。日后回想起来，她泪如雨下。在流行棱角分明、大气女主脸的时代，她的小圆脸被视为局限，戏约也多是丫鬟、孙女等配角。非科班出身与成长于河北农村的来时路，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她被质疑的理由与难以摘掉的标签。但她从未自我怀疑，而是在心里暗暗发誓，别给我机会，一旦有，我一定会拼命地抓住，也用行动回应。与外貌相比，演技才是演员真正的语言。他在山沟石头上趴着等夜戏，在片场默默观察打磨，经常观察、认真学习老演员如何演戏，揣测人物心理，也不用替身，不炒话题，只埋头做好一件事，成为角色本身。同剧组的导演形容他很倔，如果一个角色想不明白，他就一定要想明白再演，绝不瞎演。但也是这种倔，为他铺出了路。入行第7年，他迎来第一个女主角，陆贞传奇中逆天改命的陆贞。剧集播出后，赵丽颖真正走入大众视野，也打破了圆脸不能当主角的成见。陆贞传奇开机那天，赵丽颖摸着绣着金线的戏服袖口，想起多年前在金婚剧组，前辈蒋雯丽摸着她的头说：“丫头，在剧组最没用的就是眼泪。”双引号。此时此刻，他终于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意。之前7年所遭受的伤害与白眼，终于争气地变为前路的垫脚石。从此，赵丽颖一路向前，势不可挡。姗姗来了花千骨楚乔传接连大爆，知否创近10年长尾效应纪录，花千骨楚乔传刷新行业数据。他凭实力摘得金鹰奖，3次提名白玉兰。知否中的盛明兰更成为观众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。走红后，赵丽颖依然清醒，她拒绝被包装成苦情叙事的主角，直言：“我努力着我该努力的，也享受着我该享受的。”双引号。她期待赢，也不怕输，即使3次与白玉兰奖擦肩，也坦然回应，继续跑。双引号。回头看，赵丽颖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当代女性励志剧，她讲述的并非一夜成名，而是一个坚信作品是唯一资本的长期主义者，如何一步步赢得时间的奖赏。赵丽颖的女性力量也从不依靠完美人设堆砌，而是在看似温柔的外壳下，用一个填满战斗欲与野心的内核，完成对偏见的一次次反杀。丰收的时刻总会来到。2024年，在第34届飞天奖的舞台上，赵丽颖手捧奖杯，眼含热泪。凭借风吹半夏中许半夏一脚斩获优秀女演员的她，说出了那句朴实而动人的感言：“我一直坚信许半夏的一句台词，我从不许愿，因为事与愿违。但今天，我的愿望成真了。”双引号。第34届飞天奖颁奖典礼，赵丽颖发表获奖感言。这一刻意义非凡。一位曾在7年配角生涯中徘徊、被定型困扰的演员，在37岁这一年，接连将大众电影百花奖、电视剧飞天奖、电视金鹰奖3大中国影视顶级奖项收入囊中。这不仅是对他演技的终极加冕，更标志着他完成了从流量花旦到实力派青衣的华丽蜕变，成为真正凭作品说话、领跑同代的大女主。无独有偶，2024年也是认养一头牛深耕后迎来全面丰收的一年。品牌泌乳牛成年泌乳牛年平均单产位居全国前列，年营收突破50亿，
并以强劲势头持续增长。2024年，认养一头牛获得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、胡润全球独角兽企业等多个重磅奖项认证。这并非偶然的运气，而是对长期主义踏实践行的必然结果。当赵丽颖在片场为一个眼神反复打磨时，认养一头牛也在黑土地上为一株牧草、一头奶牛的舒适而耐心耕耘。有些美好，从不需要着急，等一缕风，等一株草，等一片历经8500年沉淀的黑土，自然孕育一杯醇厚好奶。等一位同样相信时间的人，在喧嚣中沉心静气，用作品与品质赢得最终的掌声。回望赵丽颖走过的这20年，很难用一句顺利来概括。她的人生轨迹更像是一条不断转弯的山路，看似被遮挡、被耽搁、被低估，却总能在下一个拐角处重新见到光。所谓峰回路转，并不是命运的偏爱，而是她一次次在低谷中稳住脚步，在困境中调整方向的结果。出身普通，起点不高，是赵丽颖最早面对的现实。没有耀眼的背景，也没有被提前规划好的人生剧本。她进入娱乐圈时，更多像是被命运推到一个陌生舞台上的局外人。那些年，她演过不起眼的小角色，被忽略、被质疑，甚至被贴上各种标签。但正是在这些被忽视的时刻，她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不急着证明自己，而是把每一次出现都当作积累。很多人只看到她后来的爆红，却忽略了她在无人问津时期所付出的耐心。她并没有试图走捷径，也没有用浮躁的方式换取关注，而是选择在作品里慢慢扎根。角色大小不重要，戏份多少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始终认真对待。正是这种长期被低估却始终自持的状态，让她在机会真正来临时能够稳稳接住。赵丽颖的人生之所以能一次次转弯成功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对变化的接纳。她从不执着于某一个阶段的成功，也不沉溺于某一种固定形象。当环境变化、市场变化、年龄变化时，她选择调整，而不是对抗。这种调整并不是妥协，而是一种清醒的判断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，什么时候该转身。在事业高峰期，他没有被热度裹挟着向前冲；在外界期待他不断复制成功时，他却愿意慢下来，重新选择更有挑战性的角色。有人替他着急，认为这是冒险，但事实证明，正是这些看似冒险的选择，让他的职业生命不断被延长。他让观众看到，一个演员不是靠单一标签存活，而是靠不断更新的内在力量。生活层面上，他同样经历过转折与阵痛。面对情感、家庭、舆论，他并没有把私人情绪变成公开表演，而是选择把重心重新放回自己身上。那段时间，他变得更加沉默，却也更加坚定。他不急着回应世界，而是先安顿好内心。等他再次出现时，整个人的状态已经悄然不同，少了迎合，多了笃定。这也是很多人感到共鸣的地方。赵丽颖的峰回路转，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奇迹，而是一点一点积累的结果。她的人生没有被某一次低谷彻底定义，也没有被某一次成功彻底固定。她始终保留着重新选择的权利，也愿意为新的选择承担代价。20年的时间，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真正的强大，不是永远向上，而是在下行时不自乱阵脚。他不把失败当成否定，也不把成功当成终点。正因如此，他的人生才能不断展开新的章节。每一次看似结束的地方，都会成为下一段故事的起点。放眼整个娱乐圈，赵丽颖的经历或许并不算最传奇，却足够真实。她让人看到一个普通出身的女性，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清醒，如何在反复变化的命运里始终保有选择权。这种力量不张扬却持久，不耀眼却耐看。最后，
也想把赵丽颖这20年的故事送给每一位正在经历低谷期的观众。人生并不是直线前进的过程，走弯路、停下来，甚至后退，都不意味着失败。只要你还愿意调整方向，还愿意为自己负责，命运就永远留有转弯的空间。赵丽颖用20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：峰回路转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自我成长的必然结果。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走稳当下的每一步，哪怕暂时看不见出口，也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那一次转弯。重磅官宣，飞科牵手王一博，全球代言人开启自信每一刻新时代。2026年1月28日，中国个人护理电器品牌飞科正式宣布，青年演员、歌手王一博出任品牌全球代言人。消息一经发布，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粉丝热烈讨论，飞科王一博、飞科品牌代言人等话题迅速升温。不少粉丝留言表示，气质好契合，立刻 get 同款，开启自信模式。双引号。作为活跃于影视、音乐、时尚等多领域的青年先锋，王一博以其全能实力与不断突破的人生态度，生动诠释了飞科科技只为精彩的品牌精神。此次携手，不仅是品牌与代言人的双向奔赴，也点燃了粉丝群体的热情，共同期待开启智能、精致的个护新体验。深度体验，王一博亲自认证的造型伴侣。飞科与王一博的合作源于双方护理理念的高度共鸣，而这份契合也获得了粉丝的积极认可。许多粉丝注意到，一博常年做造型，头发护理肯定是刚需，这个合作好贴心。此次与官宣同步推出的飞科星环智能高速吹风机，更由王一博本人进行了深度体验，并获得了其认可。作为时常需要变换造型的艺人，他尤为重视头发健康，而星环智能高速吹风机搭载的爱距离感应控温技术，能有效避免高温损伤，完美契合其护发需求。同时，产品超薄流畅的简约设计符合他一贯的科技美学追求，最快30秒速干与智能启停功能，则高效适配快节奏工作，让专业护理轻松融入日常。粉丝纷纷感叹，产品细节都考虑到他的实际生活了，种草了。双引号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飞科的秉持着对产品品质的极致追求，与王一博在影视、舞台等专业领域所呈现的自我超越的精神内核相照应，这份共同的精神底色被粉丝们看到并深深认同。在社交平台上，许多用户留言表示，飞科对技术的坚持和王一博对舞台的执着，都是追求极致的体现。看到一博选择代言飞科，感觉是两个细节控的相遇，是真正价值观的契合。这份来自消费者的共鸣，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在专注、极致、突破理念上的高度一致，也为品牌与用户之间搭建了更具情感粘性的信任桥梁。飞科携手青年先锋，重塑智能个护体验。飞科品牌自1999年创立以来，始终由研发创新驱动发展。从早年成功研制国内首款弧面往复式剃须刀，到如今覆盖多品类个护电器，飞科持续推动行业技术升级，致力于将智能科技转化为实用、可信赖的体验。无论是智能感应剃须技术，还是此次星环吹风机应用的爱温控科技，都体现了品牌以用户为本的创新理念。如今，飞科以自信每一刻的全新主张深化全球布局。此次携手具备强大影响力和时尚感的青年偶像王一博，被视作品牌迈向全球化的重要一步。这不仅展现了飞科作为中国制造领先品牌的实力，也通过代言人与粉丝之间的深度连接，让优质个护体验融入更多人的精彩生活。飞科官宣王一博成为全球代言人的消息一经发布，迅速引发热议，并不让人意外。一个是深耕多年，持续以技术和品质赢得市场认可的国民品牌，一个是在娱乐圈中始终坚持自我节奏，
以专业与态度立身的青年演员。当自信每一刻成为双方共同的关键词，这场合作本身就超越了传统商业代言，更像是一种价值观层面的双向选择。从品牌角度看，飞科近年来不断强调中国制造的升级路径，不是简单的性价比叙事，而是围绕品质、设计、技术和用户体验构建长期信任。在这样的阶段，代言人的意义早已不只是曝光量和话题度，而是否能够成为品牌精神的人格化表达。王一博身上所呈现出的专注、克制、长期主义，恰好与飞科想要传递的稳扎稳打、持续进化高度契合。他不是高声宣告成功的人，却始终在用行动证明选择的方向。而从王一博的个人发展轨迹来看，这次合作同样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。他并非频繁站台的代言收割型艺人，而是对合作对象、品牌气质和长期价值有着相当明确的判断。无论是影视作品、极限探索，还是商业合作，他一贯呈现出的态度都是不急于证明自己，但会对每一次选择负责。这种稳定而自洽的状态，本身就是自信的一种体现，不是张扬，而是笃定。自信每一刻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，它指向的是一种更日常、更可持续的心理状态，在生活的细节中，在面对工作与选择时，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。飞科所覆盖的是最贴近日常生活的使用场景，王一博所代表的，则是当下许多年轻人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不被外界节奏牵着走，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该往哪里去。二者的结合，让品牌表达从产品好用升级为陪伴成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流量逻辑高度喧嚣的当下，这种合作显得尤为难得。它没有刻意制造对立，也不需要过度包装顶流叙事，而是选择了一种相对克制却更耐看的呈现方式。这本身也是对自信的一次诠释。真正成熟的品牌与个体都不需要通过过度证明来获得认可，而是通过时间和行动积累信任。对公众而言，这样的官宣之所以引发讨论，并不仅仅因为王一博的影响力，而在于他触动了一种更深层的情绪共鸣。许多人在他的选择中看到了慢一点也没关系，不迎合也可以走得远的可能性。在飞科的品牌转型中，则看到了国产品牌从追赶到并行，再到自信表达的清晰轨迹。这种共振，正是合作价值的真正所在。回到新时代这个词，它并不意味着推翻过去，而是在原有积累之上的一次升级。对飞科来说，是从功能导向走向价值共鸣；对王一博来说，是在已有成绩之上，继续以稳定而清醒的状态拓展人生版图。两条路径在此交汇，所开启的并非一时的热度，而是一种更长期的叙事。最后，想对观众和读者说的是，与其把目光只停留在官宣、代言这些表层标签上，不如试着去理解背后的选择逻辑。在一个容易焦虑、容易被节奏裹挟的时代，自信每一刻并不是要求我们时时高光，而是提醒我们在每一个普通瞬间，依然能够尊重自己的感受，认可自己的步伐。无论是品牌、艺人，还是屏幕前的我们，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跟谁比较，而是否在自己的轨道上走得踏实，走得安心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